提起万历皇帝啊，我们一般都会说这家伙30年不上朝。注意，他的30年不上朝，可不像他爷爷嘉靖皇帝那样。嘉靖皇帝虽然不上朝，但是居家办公，掌握一切政务，他是那种权术的地方。但是万历的不上朝是真的啥也不管，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那种。那咋回事呢？那感情你当皇帝是给别人当的？这大明的天下不是你朱家的吗？今天我们聊聊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那些事儿。朱翊钧生于嘉靖42年8月17，是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堉的第3子。他的幼年始终笼罩在祖父嘉靖帝的阴影下。嘉靖晚年迷信道教，讳言除二，谁说一个字儿就死。因此他出生后，没人敢上报嘉靖帝，甚至直到5岁都没有正式的名字。万历皇帝出生的那个时候，朱载镇正在湖北安陆就藩。由于嘉靖皇帝宠信的方式，提出道教二龙不相见的道教迷信禁忌，说皇帝是真龙，太子、皇子是乾隆，两龙相见必有一伤，会导致灾难，会导致皇子夭折。我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背景，大概是道士为了获得信任，胡编乱造的道教迷信，以解释嘉靖帝那么多皇子夭折的这种现实困惑。那回到现实中来，那二龙不相见，就不能立太子皇子。朱翊钧所面临的形势，不仅仅是他婴幼儿没有名字这么简单，连他爹誉王是不是能够成为储君都存疑。这个时候，朝臣分为以徐阶为首的拥玉派和以严嵩为首的拥景派，党争极为激烈。由于最高统治者信奉二龙不相见，储位空悬，誉王和景王其实都不踏实。景王在藩地一边敛财，一边积蓄力量，窥伺储位，他们两个明争暗斗。誉王也不敢给朱翊钧，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起名字，直到29岁的景王暴毙。隆庆元年1567年，隆庆帝登基后，才为他赐名朱翊钧，取帝王治于天下，犹如治气之转君的深意。他自幼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早慧与沉稳。最经典的故事是，隆庆帝在宫中骑马驰聘，年仅5岁的他上前拦马劝谏：“陛下是天下之主，独自骑马狂奔，不怕出意外吗？”隆庆帝大为震动，当即下马安抚，对他愈发看重，不想恶意揣测宫廷皇储的心思。我觉得5岁的朱翊钧多少是受张居正这位恩师的指引吧。隆庆2年3月，两位兄长早夭，5岁的朱翊钧以事实上的皇长子身份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，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任何储位之争的太子。两个哥哥都夭折了，那就剩他了。万历皇帝的储位自始至终无比的稳固，那你想想也没别人了嘛，对吧？少年聪慧，竞争者都夭折了，按理来说这位太子也太幸福了吧，这位置也太稳了。这位少年各种得天独厚，怎么成长成为叛逆的万历皇帝了呢？隆庆6年5月，36岁的隆庆帝病危，临终前将年仅10岁的朱翊钧托付给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3位内阁大学士，留下以天下累先生的遗命。这场看似平稳的托孤，很快演变成震动朝野的政治风暴，也是少年万历皇帝第一次直面皇权斗争的残酷。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，他的性格有点刚愎自用，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有很深的积怨，那想要收回司礼监的批红权。那高拱自己下感叹：“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？”这句话被冯保抓住了把柄，
联合张居正添油加醋的禀报了给李太后和万历皇帝，称高拱藐视幼主，意图拥立藩王篡位。你稍微想一下就明白，这个时候没有竞争者呀，万历皇帝。那隆庆帝驾崩仅半个月，李太后便下令以专权擅政为由，将高拱革职，逐回原籍。高拱皆只是面如死灰，几乎瘫倒在地。这场风波以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，冯保掌控内廷而告终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究其原因是高拱性格刚直，誉王在还能保他，誉王不在，张居正和冯保一定会除之而后快。那此时皇权中心李太后不是高拱队伍里的，内阁里张居正和高拱的竞争是一种替代性的不可避免的竞争，就跟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一样。而内廷的冯保和高拱素来不和，这一帮子人和你高拱不对付，现在的皇帝又是张居正的学生，那高拱他的下场我们也太容易想象了，对吗？就是你没人嘛。高拱被赶下台这件事儿，给10岁的万历皇帝留下了极深的烙印。他亲眼看到顾命老臣一夜之间跌落谷底，他见识了朝堂权力倾轧的凶险，埋下了他对朝臣不信任的种子。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万历皇帝是很聪明的，同时也奠定了万历朝前10年张居正主外，冯保主内，李太后定夺的政治格局。从登基到亲政前，万历的少年生活几乎完全被严苛的帝王教育填满，这一套教育配置堪称明朝顶配。没错，万历皇帝确实没有输在起跑线上，他甚至都赢麻了，但是心理上他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。这种严格的顶级配置让他长期处于极致的压抑中。作为帝师，张居正为他制定了近乎苛刻的学习计划，除了每日的上朝，节假日每日必须进行日讲，5更天就要起床，先诵读儒家经典，再听讲官授课，午后还要研习史书，学习处理奏章，几乎没有玩乐的时间。为了让他更容易理解帝王治术，张居正还专门为他编写了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，选取历代帝王的善恶事迹，配上插图，逐编讲解。生母李太后的管教更是严厉到极致，万历稍有读书懈怠，就会被召去长跪数小时。每次上朝5更天就亲自到他寝宫叫醒，不容懒床，甚至他偶尔和小太监玩闹都会被严厉斥责。最让万历畏惧的是，李太后常以废帝相威胁，动辄就说要是你不成器就废掉你，改立你的弟弟陆王。这套高压教育让万历成为明朝文化素养最高的帝王，没有之一。他对经史、书法、治术的理解都远超明朝多数君主，但这也让他的逆反心理和怨恨不断积攒，换你也受不了。当然，这也为日后清算张居正埋下了非常深的伏笔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，张居正和李太后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大概是汲取了前朝乃至前朝明朝皇帝的荒唐，他们太了解这个明朝皇帝老朱家这些人，有的时候太荒唐了，这得管教，从小孩的时候就得管教，管教教育以便让他成为一个明君，成为一个天下人的楷模，成为一个最正经、最优秀、最流水化、规模化、成建制的成长成为的皇帝。但是皇帝他首先是个人呀，一个小孩没有童年，就生下来就这么教育，他肯定崩溃了。我觉得这跟现代的这种教育体制有很深的关联。万历皇帝少年时候是非常勤政的，那登基初期的励精图治和后世的30年不上朝的代政形象截然相反。少年时期的万历是一位极其勤政的君主，这个你想不到吧？
他对朝政有着极高的热情与责任感，他严格遵循组织，坚持闭门听政，哪怕是寒冬腊月，酷暑三伏，从未中断。对于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，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，无论是整顿吏治、推行一条鞭法，还是整治边防、任用戚继光等名将，他都全力站在张居正一边，为改革扫清障碍。他对张居正的敬重也达到了顶峰，从不直呼其名，只尊称先生。张居正生病，他亲自下厨熬药，甚至在冬天进学时会专门让人给张居正脚下铺毛毯御寒。这份礼遇在明朝君臣中极为罕见。我插一句，大明战神朱祁镇对王振也是如此的礼遇。那么此时的万历真心将张居正当作自己的老师与依靠，他一心想要成为李太后和张居正张老师所期望的千古明君。万历6年1578年正月，16岁的万历举行大婚，迎娶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女儿王氏为孝端显皇后。按照明朝礼制，皇帝大婚即代表成年，具备了亲政的资格。大婚之后，李太后从乾清宫搬回了慈宁宫，不再日夜守着他。那名义上就是说，那你看你婚也结了是吧？那我现在放权了。那张居正也多次上书请求归正，让皇帝亲掌朝政，但李太后却坚决驳回了张居正的请求，明确告诉万历，30岁之前不要再提亲政的事儿，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。这个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懂李太后和张居正他们究竟怎么想。那张居正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了，因为他毕竟是个权臣，那权力在手一天，他就拥有无上的荣耀。但李太后为何这样，我是有点想不通呀。是野史里传说他跟张居正有极其暧昧的关系吗？确实不大好理解。他也有可能觉得万历可能还不靠谱，不知道。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万历内心震动的事儿，张居正回乡葬父，万历给了他极高的礼遇，沿途官员必须交迎跪拜，甚至藩王也要出面接待，允许他密封严饰，即便远在千里之外，朝中大事儿也要快马送给他定夺。张居正回乡的排场更是极尽奢华，32台大轿，用32人抬的大轿，沿途护卫森严，全是远超帝王的规格。这件事让少年万历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，张居正的权势已经到了何种地步。除了内心的敬重之外，开始掺杂了越来越深的忌惮。换你也一样，对吗？万历8年1580年，这是万历少年时期最关键的转折点，直接让他与张居正、冯保、李太后的关系从表面和睦走向彻底的决裂。当然，这件事情的深层含义是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这种执政风格。万历8年1580年11月，18岁的万历在太监孙好客用的撺掇下醉酒夜游，让2个小太监唱曲儿，太监不肯，他便拔剑要杀人，最后以割发代首惩戒了2人，还把冯保的2个养子打得几乎丧命，甚至骑马冲到冯保的私邸门外叫马。这件事情被冯保添油加醋地禀报给了李太后，李太后勃然大怒，换上青布衣服，去掉首饰，扬言要去太庙告祭祖宗，废掉万历，改立陆王。万历吓得魂飞魄散，在太后面前长跪不起，痛哭流涕的认错，太后才松口。条件是让张居正给他写罪己诏，一份内呈太后，一份公示朝臣。让万历彻底心寒的是，张居正不仅带写了检讨书，还把他的过错公之于众，让他以帝王之尊在满朝文武面前颜面尽失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
彻底从敬重转为了隐忍的怨恨。换你也一样，对吗？你想一想，他已经是成年帝王，却还要被老师跟母亲当众羞辱，甚至被威胁废黜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张居正不是单纯的帝师，而是那个能威胁到自己皇权的人。如同当年废立皇帝的霍光，万历10年6月，58岁的张居正病逝，20岁的万历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的傀儡生活，他的少年时代也至此画上句号。仅仅半年后，他便开启了对张居正的清算，这种清算极为彻底，削夺张居正所有官阶谥号，抄没其家产，逼死其长子，甚至差点开棺录尸。随后又驱逐了冯保，抄没其巨额家产。这场清算是少年万历10年压抑的总爆发，也标志着万历新政的彻底终结。明朝的国运从此由盛转衰，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。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时候的万历帝怎么想。他被张居正实在是逼得没有办法，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小事儿。其实我想讲给你听。万历皇帝想临幸一个宫女，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万历帝要拿出自己的随身之物给这个宫女，将来这个宫女怀孕了或者是诞下龙子之后，这见证有一个证物，是吧？这是你随身带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大明的皇帝都会给随身的银两，就是内堂有编号的银子，给这个宫女说：“我临幸了你啦，之后你诞下皇子，这拿下一个证物，是吧？”那万历皇帝连这一点银两都没有，他没有银两给宫女，也没有什么证物，说这个皇帝1分钱没有，他对宫女临幸全都是白嫖。就你能想象吗？你张居正要32台的轿子上下班，张居正上下班32台大轿，太监冯保家财万贯，皇帝万历1分钱没有，临幸个宫女都得白嫖。你琢磨琢磨，换你能行不？你好，我是一和，我们下期见。